当你这样拎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拉链是很垂直的，那这种呢就是说明质量比较好的单品。不要买基本款，尽可能去买有一点点设计感的。那么这件衣服就是，我现在好像穿拖鞋有点早，但是我感觉这双拖鞋应该会马上就断货。我特别喜欢的耳环啊，其实是有点大的。比较需要靠意志力的单品越买越少，但是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白衬衫的。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最近我有点生气啊，因为我陆陆续续有买一些春天的衣服，本来想攒多一点给大家带来一期开箱影片的，但是没想到我买的好看衣服都断货了，我就很生气。那不等了，今天就有什么分享什么吧，给大家带来一期大型春季购物开箱影片。记得点赞订阅，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那我们就开始了。那首先第一件呢，就是这件白色的针织衫，来自我很喜欢的英国伦敦品牌瓦里。这件呢是他们家的大爆款。比起普通的针织衫呢，这一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根从头拉到底的银色拉链，要比普通针织衫多了几分率性。它是100%全棉的镂空针织工艺，很透气，夏天穿呢也不会闷热。我现在内搭的是 Zara 的肤色 bra， 完全看不出来。如果担心的朋友呢，到时候可以内搭白背心。它的下摆是宽螺纹的，有点收腰，能够形成好看的廓形。宽松针织衫呢也不会显得过于的宽大，版型偏短，不会压身高。大翻领把拉链拉一点起来呢，就是海军领，显得元气满满，很减龄。也可以把拉链全部都拉上，翻领翻下来，那就是一个小高领。现在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呢，就可以这样穿，还挺防风保暖的。当然也可以把拉链全部都拉上，作为外套穿啦。还可以披在肩膀上，增加层次感。另外呢，这里也要说一下，他们家的衣服呢确实做工很好。你看哦，你买任何有拉链衣服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这样反反复复拉几次拉链。如果是非常顺滑的就可以买。另外呢，当你这样拎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拉链是很垂直的，那这种呢就是说明质量比较好的单品。更棒的是呢，你看它的拉链的内里还做了烤边的设计。那这种好处呢，就是你拉链反反复复的拉，不会卡住面料。所以大家以后选衣服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些细节哦，就可以保证买到的衣服呢是质量比较好的。那大家肯定会问哦，我前面搭配这件白色针织衫的裙子，来了，就是这条也来自瓦里他们家的这个针织连身裙。其实一开始呢，我还有点担心了，因为我是有小肚子嘛，而且最近还长胖了一点，我还担心这样的针织裙我会 hold 不住啊。但是没想到上身还挺好看的，它呢是直筒版型，不会太紧身。上身基本上看不出小肚子，长度呢大约到小腿中间。最棒的是两侧有开叉，走路的时候呢双腿若隐若现，还能够显腿长哦。100%全棉，吸湿透气。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自带纹理的针织了。你看哦，它是有这种立体感的，所以这条裙子呢就要比普通的连身裙呢看起来更有层次感，更加的耐看。配色呢也很巧妙，是这种淡淡的杏色、驼色，还有比较深的颜色的纱线，3种颜色混在一起的，很好看。再加上呢，它在领口、袖口还有下摆都做了杏色的拼接，所以整体呢就有一种低饱和度的高级感。袖拢的高低呢也正好，不会露出内衣。毕竟啊，连身裙呢很方便，一套就走，不用费心搭配，超级的省事。而且这条裙子呢用途很广。逛街啊，通勤啊，参加活动啊，去和朋友喝下午茶，什么都可以穿它。这条裙子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厚度的，不是那种特别薄的裙子。好处呢，就是它是有一定的支撑力，不会软趴趴的塌在身上没有型。那坏处呢，就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厚度了，所以你38度、40度的天穿它在路上走，我觉得应该会有点热的。而我搭配的呢是同色系的这双平底鞋，大家肯定觉得很眼熟，对不对？没错，我之前刚刚开箱过这双，是来自 Vivaia 的方头的一双很轻便的春季单鞋。我当时就说这个拼色好好看啊，所以我拍完片子就下单了这双，果然很好看啊。你看它也是有这种纹理感的，就还蛮小香风的，和我这条针织裙呢简直就是最佳拍档了。整体穿上配色很轻柔，看着就很有钱，对不对？那除了像我这样穿的，模特是搭配了一条白色的腰带哦。
我因为我腰比较粗啦，白色腰带基本上 hold 不太住，所以呢，我受此启发，也学着在腰上加一点东西，那就绑一件驼色的针织衫吧。这个驼色呢和裙子里面的驼色顺色，也能够显得腰细有层次感。绑的时候呢，还可以故意往高一点的位置绑啊，视觉上呢就可以打造高腰线，无形中呢帮助显腿长啦。全网最爱穿红色的人来了，就是我。接着一件呢，就是我身上这件红色的针织上衣了。哇，我真的好喜欢！完了，这件呢就是我在 Massimo Dutti 买的，真的好好看，好适合我。超级正的红色，上身呢很提气。那之前呢，我就跟大家分享过买红色衣服的小诀窍，那就是不要买基本款，尽可能去买有一点点设计感的。那么这件衣服就是它的灵魂呢，就是这个不对称的下摆了。打破了普通上衣常见的规则线条，整体呢更有造型感，而且斜线还自带显瘦效果哦。你看，即使一侧呢相对比较长，但是因为这个设计其实并不会显腿短的吧。圆领设计，领口比较大，还可以把一侧的肩膀给拉下来，露出一点点香肩，有点性感。面料呢则是棉和亚麻混纺，有点镂空，不仅舒服透气，夏天穿不闷，而且呢自带纹理感，不会单调。对了，它虽然下摆呢是斜线的，如果你不喜欢也完全没问题啊，你就可以把它这样稍微收一下，然后呢，尤其是拍照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啊，那看起来就是平的了，对不对？所以呢，它虽然是一个斜线的下摆，但是其实是有不同的穿法，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节。模特搭配的呢是驼色的长裤，而我搭配的呢则是白色的牛仔裤啊，因为红配白呢会更加清爽一点。那这条呢是来自我最近一直在穿的 Monaco，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烦了。那如果担心像我身上这种红色太热烈，但是又很喜欢这种线衫的质地的话呢，他们家还出了一个深蓝色的针织上衣，我蛮喜欢的，和我这件呢面料很相似，纹理感也相同，但是深蓝色呢就比较稳重内敛，而且呢那一条它的下摆并不是斜线的，是平的，相对会比较普通一点，但是呢你可以通过自己塞衣角的方法，人为的制造斜线。那么至于这双搭配的夹脚拖呢，本来我是不想说的，因为现在好像穿拖鞋有点早，但是我感觉这双拖鞋应该会马上就断货，所以今天第一时间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它呢是来自 Zara， 刚上新就被抢光了，我等了足足小1个月才抢到了，真的太开心了，大笑3声。我猜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你疯了是吗？为什么要买红色的夹脚拖？其实呢是因为我这个 The Row 的重度爱好者，他们去年呢出了一双红色的夹脚拖，我特别的喜欢啊，看上了整整1个夏天，但是没有下手，原因呢是第一太贵了，$690好吗？我真的谢谢你啊。第二呢是等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想买来试试看的时候，已经全网断货了。那结果呢，夏天就过去了，但是红色夹脚拖这个小火苗呢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那么今年一开春呢 Zara 一出了这双红色夹脚拖就立刻全网断货，可见时髦人心里面都懂啊。那我再去看了一下，今年 The Row 呢这双夹脚拖已经涨价到$750了，这个价格真的太疯狂了。今年他们还没有红色，肯定要过几个月我们多关注一下看看啊。Anyway 了，我们来说回这双鞋是$79。那说到这里呢，也许也会有朋友不屑一顾说，哎呦，这个 The Row 的夹脚拖性价比太低了。那这里我要抛出一句我小伙伴的金句啊，奢侈品是不讲性价比的，讲性价比的就不是奢侈品了。大家仔细品品这句话是不是很有道理？那我们来仔细说说 Zara 这双夹脚拖，它的材质特别的好，是100%羊皮的，让人意外哦。而且呢，这个红色的材质呢是麂皮的，它就要比普通的红色真皮呢更加的低调内敛。因为麂皮呢，它是那种绒毛感，自带吸光效果，那和红色的热烈呢可以互相平衡，不会让红色显得那么张扬。更棒的是呢，它的这个带子不会做得太细，而且它后面呢还有一点点粗，所以穿起来还蛮舒服的。在脚后跟这里呢，它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回弹力，所以长时间走路呢也不累，它也是有那么一点点鞋跟的。那这些设计呢，都是可以让夹脚拖穿起来呢不会那么累。
那么说到这里呢，可能还不是很直观啊，我这里也放上一张对比图啊，大家以后买夹脚拖呢，就按照这个对比图来选择。你看啊，左边呢就是我这双 Zara 的夹脚拖，而右边呢就是其他款式的。我这双呢明显啊带子更粗，而且呢带子一直延伸到脚后跟，越往后带子越粗，一看就知道这个鞋子呢是相对比较跟脚的。而右边那一双呢带子很细，在脚的3/4地方就停住了，可想而知一定是不跟脚的。另外啊，大家再看左边这一双呢，鞋垫并不是平的，而是有一点弧度的，越往后越高，符合人体工程学。而右边那双呢，相对就比较平了，目测走几步脚后跟就会疼。虽然这两双都是100%羊皮的，而我这双呢卖79，右边这双卖59，都是有原因的。大家也不是说一定要跟我买一模一样的这个人字拖，我这里呢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买的标准啊，大家以后买这种人字拖的时候就按照这个标准来，一式一个整，相信我。搭配的时候呢，可以像我一样啊，和我的上衣的红色呢互相呼应。其实呢，也可以像 Zara 模特这样，索性穿一身中性色，就来一双红色夹脚拖，成为全身亮点。后来呢，我还发现啊，他们还出了一个底稍微更厚一点的款式啊，那我觉得呢，小个子女生就可以选那个款。如果觉得红色太张扬呢，可以试试看黑色，更加百搭一点。悄悄跟大家讲，黑色这双我今天早上刚刚下单啊，因为我太喜欢这个人字拖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双又好穿又好看，而且还不贵的人字拖，赶紧抢。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姐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对了，我这里要再强调一下啊，我每次做开箱呢，目的并不是鼓吹大家去盲目的买和我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买这么多呢，有一大部分是因为工作需求嘛，而且呢，我也希望通过我的上身和我的一些挑选，给到大家呢尽可能多的选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稳准狠的买到心仪的单品，那我就很开心了。另外呢，今天大家也会看到我跟以往的开箱不太一样，我没有站着比较严肃的那个样子，因为昨天我一个小伙伴呢也跟我讲，哎呀，其实你有点太像播音员了，可以像其他博主那样坐着瞎聊聊有的没的，所以我今天呢也尝试了一下比较轻松自然的方法啊，请大家多多给我提意见吧，我还是希望呢频道能够越做越好，长长久久的陪伴大家。好啦，我的废话真的好多呀，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大家不要嫌弃我。好，那这次呢，我在 Massimo Tutti 呢还找到了一副我特别喜欢的耳环啊，其实是有点大的。我对大耳环呢是有一种迷之的热爱哦，可能小时候看 TVB 港剧太多了，尤其是陈法蓉的短发配大耳环，哇，真的好美啊！所以我的印象里面呢，一直就是短发就要配大耳环。那我现在当然头发没有像陈法蓉那么短啊，但四舍五入也算一个短发，对不对？这一副呢就是相对比较大，但是也没有说大到很夸张，完全是能够 hold 得住的。它呢是不规则形状的，这点我非常的喜欢。表面呢就好像有这种立体的褶皱感一样，哇，真的好特别啊！整体呢看起来就有层次感和光影变化的结构，超有质感的。形状呢是逐渐变宽的，这样就能够修饰脸型，这点我也很喜欢。风格是偏简约的，有一种建筑的美感。不过呢，材质就挺一般的，是铜的。还有一点要忍不住提醒大家的就是呢，日常在穿戴首饰的时候呢，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耳环跟项链不要打架，两者呢只要有一个有存在感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我戴这种比较大的耳环的时候呢，你看我就会把前面那根长项链给拿掉，全身呢就让这个耳环成为重点，就会很好看。否则呢就会看起来太多，显得没有那么高级。哎，我可真啰嗦呀！每开一个箱还要分享一些穿搭重点，实在是忍不住，因为很多穿搭重点呢都是我这10几年来慢慢摸索出来，因为我本身自身条件也没有那么优秀了，以前特别喜欢琢磨这些东西哦，所以好像就日积月累，还掌握了一些小技巧。那如果大家想看呢，以后开箱我也会陆陆续续分享更多的 styling 的 tips 和一些如何找到质量比较好的单品的一些 tips。好，那我们再说回我这次买的东西。那这次呢还买了一个包包，
但我觉得其实是有一点点失望的。这个包包呢我会退掉的，它呢也是来自 Massimo Dutti 的，这个款呢应该是他们家的一个常青款了。其实形状我是蛮喜欢的，你看它上面能够形成一个自然的褶皱，就很有松弛感，而且也蛮大牌的。这个颜色呢叫做 sand 沙色，但其实并没有那么驼色，而是更偏小鸡黄一点的颜色，差不多一个小号的包包吧，但没那么小，所以日常装东西是完全 OK 的。它的肩带呢是可以调节长短的，但是你调的最长呢基本上也是不太能肩背的。它是纳帕皮，皮质呢是蛮柔软的，但是你看它的皮我还没有用呢，只是把里面的这个白色的纸给拿出来，你就会发现这里其实是有一点点褶皱的，这还蛮明显的。因为我能理解包包呢用到最后都是会有褶皱的，但是新包还没用，而且这个褶皱不是特别的好看，对吧？所以呢，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这个包质量没有过关，还是说这个包整体就不太行啊。那如果有买过这款包包的朋友呢，也欢迎留言分享。总之我觉得我这款肯定是不行的，质量的问题了，但整体还是挺好看的。既然买了嘛，就跟大家开箱来看一下这个包包。哎呀，好久没有买白衬衫了，因为最近大家都穿衣服越来越休闲了，对吧？这种比较需要靠意志力的单品越买越少。但是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白衬衫的，不过大部分都是基本款嘛。那这次呢，我就入了一件比基本款更加时髦一点点的白衬衫。这件呢就是来自 COS， 我当时是看模特的穿搭图，就心动得不得了。因为它的这个胸前的立体褶皱，还有这个领口的有一点点像花边的这种设计，实在太特别了。它呢是直身版型，不会太大或者太长，适合我们亚洲人身材。真正的重点呢，就是在胸前的细密立体压褶设计，从领口垂直延伸下来，带着一点点男士礼服衬衫的正式感，但因为整体线条很简洁，也不会显得过于的正式。而领口呢，则是如今最火的立领或者说漏斗领的设计，边缘呢带着一点点自然波浪感，就让这件衬衫多了一丝柔软和女性气质，要比常见的白衬衫柔和很多。我呢更喜欢把胸前的纽扣多打开几粒来穿，会显得脖子长脸小。100%全棉，挺阔有型，但是不会僵硬，穿起来很舒服。比我自己有的几件全棉的白衬衫呢都没有那么的拘束这点我要给它点赞。这件衬衫呢还有一个特点，它这个扣子的设计其实是隐形的，我这里呢其实很难能够形容得出来，大家买回来扣一下纽扣就知道了，比较难扣的。那我感觉呢可能是因为胸前这个褶皱的设计如果是普通的这种纽扣的设计，就会破坏这个压褶的美感。下摆两侧呢则是有微微开叉的，哪怕你把它放到裤子的外面呢都是挺好看的。大家肯定会问，哇，这个领口设计是不是有点繁琐？为什么？其实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就像流行趋势一样，不可能是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定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等现状，才会有这样的流行趋势。那么衣服的款式呢也是一样，它一定是互相配合的。今年最流行的是什么领？那就是漏斗领，对吧？所以这样的衬衫呢就是和漏斗领是完美的 CP。比如说呢，我拿出之前刚刚入的 Oak and Fort 的风衣，前面一片扣上，那就变成了一个漏斗领了。这时候呢，露出内里的一点点花边在领口，就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内里的一圈花边，黑色呢就直接印到脸上，脸都黑了一圈，是不是？而且呢，会显得没有那么有层次感吧。那风衣打开来也是 OK 的，花边领口呢就随意的藏在里面，只露出前面的立体褶皱，这样呢也要比普通的基本款白衬衫要好看很多，更有立体感哦。模特搭配的呢则是小翻领外套，也是 OK 的。总之吧，基本款白衬衫呢，如果买太多的话，我觉得今年是可以试试看这样一件不太一样的白衬衫。当然了，这件白衬衫呢，优点就是有设计感，缺点就是它是有一定的穿搭难度的，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选择，如果用不上就不要去买它了。
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几个彩妆产品嘛，它呢都是来自一个洛杉矶小众品牌，叫做 Frac， 是品牌寄给我试用的。那我也知道呢，这个频道的观众大部分都是用贵妇品牌，但是呢，不妨碍我们多了解一下现在欧美年轻人在用什么。反正我挺喜欢的，可能因为我做这一行太久时间了，而且呢，跟上年轻人的步伐，心态也会更年轻，永远不会老。开玩笑啦。那首先呢，就是这个润唇膏了，听名字就很搞笑，叫做 Rich Bitch Lip Balm， 只能说年轻人很会玩啊。那我就不翻译了，大家都懂啊。其实润唇膏呢，我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呢，就是我自己经常用的润唇膏，也蛮好用的。涂上呢就是普通的润唇膏，也没什么特别多的感觉，从视觉上呢也看不太出来。但是这支呢就不一样，我先涂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你会发现哦，它要比普通的润唇膏要润很多。上嘴看一下，你会看到它涂上之后呢，就跟普通的润唇膏完全不同，润很多，但是又不会很腻，也不会像猪油嘴那么的难受，而且呢，感觉总有那种淡淡的那种裸色唇膏那种感觉哦，就好像是自己本身的唇色，但是是一个加强版。所以当你在素颜或者是裸妆的时候呢，不想用唇膏，我觉得就可以用这支润唇膏来代替的，而且有这种很健康的光泽感，还蛮好看的吧。它里面的蕴含荷荷巴油、迷迭香提取物、仙人掌果油啊，所以整体呢还是很滋润的。这个呢也是我这次所有产品里面最喜欢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Rich Bitch 系列的这个精华液，那与其说呢它是一个护肤的精华液，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妆前乳，化妆前用，底妆呢就会有奶油肌的质感，更持久，肤感呢也蛮好的，一涂就化开，你看。整个手就好像比之前要滋润一些，对不对？那最后一个产品呢，是我春夏季节必买的一种彩妆产品啊，因为春夏季节皮肤比较容易油嘛，化完妆没2个小时就会脱妆，对不对？那一般呢，我就会用定妆喷雾。那这一款呢，就是利用吸油粉末技术，用前呢先摇一摇，然后喷一下。就能够定妆，而且呢还起到柔焦的效果，打造那种云朵肌、奶油肌的效果。它里面呢还有一些植物提取物，能够保湿提亮，用完呢还能够让妆容变得更有光泽，还蛮好用的。我上周呢去加州旅行的时候就带着它，果真啊出去一整天妆都不会化。好了，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